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聊一聊中国的语文教育。在昨天的视频里，我们分析了中国语文课的教学方法，也就是那一套讲解生字、划分段落、总结中心思想、分析写作特点的流程。这种机械和刻板的讲解套路，使学生难以感受到和作者在情感上的共鸣与触动，扼杀了学生对文章整体把握的能力。比如一篇散文，学生们只记住了这句话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却很难感受到作者传递的情感。尽管老师会总结这篇文章传递了作者的某种情感，但这种总结往往是一种强行总结，学生们缺乏理解这种情感的相关知识和背景，只能是为了获得分数而不得不接受老师自上而下的灌输。这不仅阻碍和压抑了学生自发的阅读兴趣，还很容易让学生形成单一刻板的真理观，也就是只能容许一种正统的解读方式，拒斥其他的可能性。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就是语文作文。在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到语文作文，我想这绝对是很多中国人在学生时代最头疼的作业之一。学生们要么无话可写，要么只能被迫写一些空话和假话，或者是绞尽脑汁从范文里摘抄一些千篇一律的好词好句。如果说数学给很多学生带来了挫败感和痛苦感，那么写作则常常让学生产生羞耻感。虽然学生们知道自己写作文只是为了考试成绩，并不代表真实想法，但仍然不忍心看自己写的文字，会因为自己写过的话而感到羞耻、尴尬。这种微妙的羞耻感、尴尬感源于身份认同的割裂与冲突。我们说，一个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字，不论是真实情感的表达，还是迫于考试需求的编造，都可以被视为自我的某种延伸，也可以说是作为客体的自我。这个客体的我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人赋予意义、评价和反馈，当他者要理解作为主体的内在的我，也只能借助这些客体的外在的我。而我也会通过他人对客体的我的反馈来认知自我，并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当客体的我并不能代表主体的我，而别人却仍然注视着客体的我时，我就会感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想逃离这种被异化的感觉，这就是羞耻感，也就是我不愿意面对和承认那个客体的我，不想看见它，想摆脱这个场景。羞耻感源于这种无法摆脱的焦虑，明知道这些文字无法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却要承担这些文字所带来的社会评价，甚至还会被拿出来公开展示。有理由相信，这种充满空话和假话的作文教育，给许多中国人都造成了长远和深刻的写作障碍。即使是那些反感中国教育的人，他们虽然可以让自己停止说空话和假话，但那种通过写作来自由表达和自我探索的能力却不可能凭空拥有。正如我们在12月8日的这期视频里说的，许多中国学生成年后仍然对写作感到痛苦，即使是在工作中写一段简单的文字，都感到强烈的抗拒，甚至大脑空白，不知道如何着手，更不擅长去写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文字，一旦写出真心话，就感到非常羞耻。写作本身是可以作为自我探索的一种核心手段，当一个人将真实想法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时，他能够体验到被倾听的感觉，即使只是对自己，而这种自我倾听的过程对心理整合非常重要。但中国中小学阶段的作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学生对文字的正常感觉，例如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迎合固定的道德标准，比如感恩父母、奋斗的青春等等，这些主题并不符合他们的真实情感。我们说，个体把握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是需要长期培养和锻炼的。当写作长期充斥着假话和套话时，个体就慢慢丧失了对文字的精确感知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写出真实感受的能力。我们说，假话和套话的共性在于，它们是与现实割裂的，底层的逻辑是混乱的，因而也是无法去帮助人理解和概括现实的。而清晰、真实、有力量的语言
能够强化一个人的主体性，使人意识到在自己各种杂多的碎片化的表象下，有一个一以贯之、首尾一致的自我。当一个人意识到这种自我同一性，这本身就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无条件的稳定的自尊，使他能够更加有力量去对抗环境或外部的干扰。而糟糕的作文教育最大的伤害在于，它要求学生写下一大堆彼此矛盾、混乱的话语。个体虽然写的都是以我为主语的句子，但主语后面的内容都是自己不认同或者没有真切情感的。这会破坏个体对语言的感知和信任，从而使个体人格处在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它的内在力量始终被一团朦胧的雾气笼罩着。那这里隐藏了我的一种假设，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的情感体验、行为和认知往往是碎片化的。比如一个人在工作中是严厉的，在家庭里是沉默的，在某个朋友面前又是活泼的。这些多样和矛盾的体验会让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混乱和分裂，而要整合这些杂乱的经验，只能依靠语言和叙事。叙事能够为个体的经历赋予某种连贯的意义。那么，中国的作文教育是怎样伤害学生的叙事能力的呢？这首先体现在作文主题的刻板上。比如小学作文通常会要求学生写我的家乡、我的业余生活、我的父母、我在班上最在意的人，记一件快乐的小事。出题人和老师通常会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不要套作，不要千篇一律。但事实上，如果学生真的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很容易被批判为不健康的。因为这种教育顶多能接受人最儿童化、最单纯天真的那种愿望，比如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啊，但不能接受人的、动物的、私人的、个性化的愿望。比如一个男生觉得自己在学校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喜欢的女生传小纸条，互相抄作业，但这显然是不能写的，于是他只能写学校的业余生活真丰富。男生喜欢打球，女生喜欢跳绳和踢毽子，大家的生活千姿百态，都很快乐。再比如写自己欣赏的同学，你不能写自己真正欣赏他的地方，结果无话可写，就只能写他是个优秀分子。比如捡到别人的钱包主动上交，扶老人过马路，最后这种作文就成了毫无个性的感动中国世纪展览。再比如写自己的妈妈，这个话题显然涉及了真实的亲子关系，如果要写真话，就意味着学生要进行一种深层的自我暴露，这是需要足够的安全感的。但语文作文这个环境显然不能提供这种安全的接纳，于是学生就只能按照某种非常老套的模板来写作。比如我一放学总能看到妈妈站在厨房做饭，妈妈总是在忙碌，妈妈真伟大。再比如写自己的爸爸，一个常见的套路是，我最开始感觉爸爸总是很严厉，不理解爸爸，后来我发现爸爸经常辛苦加班，都长出了白头发，一下子就感到愧疚。这种叙事风格显然是中国语文教育灌输的结果，就是必须符合严父慈母的框架。母亲的主要特征是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付出，父亲则必须是严厉内敛、不善言辞，但内心里总是支持孩子的。严父慈母的叙事风格最符合中国意识形态所宣扬那种家庭伦理，就是父权和孝道。母亲象征着等级秩序中柔软的那一面，通过默默的牺牲来使人感恩；父亲象征着等级秩序中硬性的那一面，通过威严和专断让孩子学会顺从。这种高度程式化的父母形象当然与现实是严重不符合的。然而学生发现，按照这种模板来写自己的父母更容易得高分，而如果真实的写出了父母的缺点，则不仅不能得到高分，很可能还被老师批评或者被同学取笑。再比如许多作文题要求学生写自己的家乡，这就显得很奇怪，因为绝大多数学生从小就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很多人可能都没搬家过，没有明确的家乡意识和故乡意识，于是只能虚构经历或者套用模板，明明在城市里长大，非要写自己的家乡在乡村，要描写大自然，最后就是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思乡之情也是中国语文教育一个相当常见的主题，甚至成为了一个网络魔音。在 B 站和抖音上，思乡之情这个梗常常被用来表达一种无厘头的解构和恶搞的意思，比如数学题做不出来，就写表达了思乡之情。
这是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在做语文阅读理解时，如果被问到文章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而自己又完全没看懂，就直接写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有一定概率蒙对，算是一个通用模板。那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如此强调思乡之情，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这里先挖个坑。除此之外，中国语文作文还存在着大量代表某种精神的特定人物，比如说到意志坚韧，就一定想到司马迁忍辱负重编写《史记》；说到鞠躬尽瘁，大公无私就想到诸葛亮；说到不怕挫折，就必定要提到爱迪生失败了1000次才发明电灯，还有李白、杜甫、唐太宗李世民等等。这些人物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精神或气质，他们的形象也是高度脸谱化、符号化和道德化的。我们在今年3月的这期讲体制内公文的视频里也提到过，在中国，许多教公文写作的书籍都会分享给你一套机关公文常用词汇，比如涉及领导就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亲自挂帅、务实进取；谈到群众就一定是了解民情、融入群众、反映民意；提到天气就是风和日丽、艳阳高照。这些套话虽然让人听着很烦，但最大的好处是安全。公文写作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稍不留神就可能写错，并招来上级的惩处。因此，为了在政治上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引述高层领导的讲话或者党的文件，而下面的各级官员为了安全起见，也都会在引述上一己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冠冕堂皇的官话，以此显示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和明确。语文作文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语文教育承担着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就是给学生灌输爱国、吃苦、奉献的价值观。对于这种教学目标而言，学生们只需要记住刻板的结论就好了，任何对人物的复杂性的更多了解，都会导致这种价值观受到挑战和质疑。这就是中国语文作文永远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出题人和老师反复强调不要讲套话和假话，要有真情实感，但又要求你的情感必须是健康的、正能量的。但这种对不要写套话的反复强调本身也是一种套话，是在用套话的方式反对套话。这就类似于中国的体制内隔三差五就会下达文件来批判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于是下级部门表示认真领会上级领导的精神，开更多的会，写更多的公文来批判形式主义。然而，这种批判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环节。我们上面主要讨论了语文作文中写作素材的套路化，除此之外，写作结构也是模板化的重灾区。比如，我看到有一篇19000人点赞的文章，标题叫“得套路者得天下”。作者认为，要提高作文成绩，在短时间内应该以挖掘套路为主，而不是提高素养，因为等不起。那接下来，作者分享了4个万能的议论句式、5个通用的名人名言，以及3个万能的结尾模板。为什么那几句名言是万能的呢？因为没什么逻辑，面面俱到，但又空洞无物，属于那种永远正确的废话。后来我又读到这位博主的一篇帖子，他分享了这样一种套路，把任何话题都拆分为主题、主题的对立面和主题的目的，分别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代表，然后就可以像公式一样带入进去。例如作文题目是创新，那么创新的对立面就是守旧、不创新，然后就可以把这一堆词语直接输入进去。比如这句话说道：我们切忌沉湎于不创新而暂处的镜花水月中，要拥抱创新精神，以焕发蓬勃激昂的朝气，不忘初心的正气，秉持变革的信念向前走。假如作文的主题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近义词是大国自信、爱国主义、家国情怀，那么对立面则是文化不自信、崇洋媚外、卑躬屈膝，最终的目标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等等。所以这句话就可以改写为：我们切忌沉湎于卑躬屈膝而暂处的镜花水月中，要拥抱爱国主义，以焕发蓬勃激昂的朝气，不忘初心的正气，秉着家国情怀向前走。这种俗套、花哨和空洞的文风，基本可以概括中国大多数中小学作文的特点。实际上，这种模板化的作文所培养的，与其说是写作能力，不如说是计算能力，也就是快速拼接和组合现有要素，
以满足特定评分规则的能力，它的话语系统已经和日常汉语不兼容了。因此我个人认为，这种作文已经不能算中文了，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只流行在教育系统内，服务某种特殊功能的行业黑话或加密语言。它的所有概念的内涵都是加密的，就像火星文只能在特定的网络亚文化圈层中流行，模板化的作文也是如此。一旦离开了语文考试这种特定场景，这种语言就显得极其生硬和不自然。那关于语文作文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